今天我们要聊聊如何用美食来对抗可怕的老人痴呆症。您知道吗？每3秒钟，全球就新增一位失智症患者。65岁以上人群的发病率大约有 5.56%， 其中女性患者的比例是男性的 1.8 倍。记忆衰退、思维迟钝、个性大变，这些都是老人痴呆带给家庭和个人的沉重阴影。然而，好消息是，最新科学研究证实，通过日常饮食的调理，我们完全可以给大脑穿上一层保护衣，有效降低认知障碍的风险。很多人一提到健脑食物，第一反应就是核桃，毕竟以形补形嘛，长得像小脑袋的核桃似乎天生就是补脑冠军。但您可能想不到，核桃在预防老人痴呆的10大食物中只能排到第3名，而排第1的竟是菜市场里最便宜、最普通的一种蔬菜。许多人还嫌它味道怪，不愿意吃呢。到底是哪10种食物如此神奇？它们为什么对大脑有这么大的帮助？今天我们就按照排名深入盘点这份价值连城的护脑美食清单。记得看到最后，真正的补脑冠军或许会颠覆您的想象。首先登场的是第10名，这个排名让嗜甜的朋友们笑开怀。原来黑巧克力也上榜啦！一提到巧克力，很多人既爱它的香浓，又担心发胖，带着一丝罪恶感享受。但黑巧克力其实是大脑的甜蜜盟友，为什么呢？原来可可豆里富含一类叫黄酮醇的植物营养素，具有极强的抗氧化作用。这些抗氧化物质能促进脑部血液循环，增加脑细胞的供氧量。当您大快朵颐黑巧克力时，里面的黄酮醇正默默帮助清除大脑中的自由基，就好像在替您的脑细胞做大扫除，减少炎症和老化的伤害。难怪有研究发现，适量吃黑巧克力的人，认知能力测试表现更佳，甚至情绪也更稳定呢。想想看，一边享受甜点，一边为大脑加分，是不是很划算？当然，黑巧克力的选择和食用方式很重要。首先必须强调，是纯度较高的黑巧克力才能达到保健效果。那种牛奶巧克力、白巧克力，糖分太高，奶油太多，反而可能有害血管，不在我们讨论之列。建议挑选可可含量 70% 以上的黑巧克力，每天来上一小块，大约20克左右。不要小瞧这小小一片，它不仅能满足口腹之欲，还能在不知不觉中为大脑提供黄酮类抗氧化剂。甚至有研究指出，长期每天适量吃黑巧克力的中老年人，大脑思维反应速度比不吃的人更快。除了直接当零食，你也可以把黑巧克力加入牛奶或燕麦中当早餐，或者在烘焙时减少糖的用量，用黑巧克力碎片提升甜味和健康度。总之，对爱吃甜的朋友来说，黑巧克力简直是幸福又健康的脑部点心。但记住咯，再好的东西也要适量，过量摄入巧克力会摄入过多热量，引发肥胖问题，那样反而对大脑不利。所以每天一小块就够了，让这浓郁的甘苦滋味为您的头脑保驾护航吧。接下来出场的第9名是许多人早晨提神的好伙伴咖啡。听到这里，也许有些朋友会疑惑，咖啡因不是让人兴奋的吗？怎么也成了护脑食物？其实只要适量且不加过多糖和奶精，咖啡就是大脑的一位隐形保护神。咖啡中最出名的成分咖啡因，能够刺激中枢神经，短时间内提升专注力和记忆力。我们常说早上一杯咖啡，头脑清醒，这并非错觉。适度的咖啡因摄入能让大脑的神经细胞更警觉，大脑处理信息的速度也会加快。不仅如此，咖啡豆里还富含多酚类抗氧化物质，例如绿原酸。这些物质和黑巧克力中的黄酮醇有异曲同工之妙，能减少大脑的氧化压力并抗炎。有研究发现，每天喝2-3杯黑咖啡的中老年人，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显著降低。甚至有长期观察发现，坚持喝咖啡的人，到了老年患帕金森症的概率也较低。科学家推测，这可能与咖啡中的抗氧化物质长期保护脑细胞有关。总而言之，咖啡不仅能赶走瞌睡虫，还暗藏着维护大脑年轻的力量呢。不过，要让咖啡充分发挥护脑作用，有几点小诀窍需要注意。首先是控制好用量，咖啡因虽好，
但过犹不及。一般建议每日咖啡因摄入不超过400毫克，大约相当于2到3杯咖啡。如果您习惯大杯拿铁或美式，那就稍微注意一下摄入量，别整天一杯接一杯猛灌，否则过量咖啡因可能引起心悸、失眠，反而对大脑不利。其次，尽量选择纯咖啡或加极少量奶的形式，不要贪图一时口感放很多糖。含糖过高的花式咖啡可能会导致血糖骤升骤降，长期下来对大脑和心血管都有坏处。如果觉得黑咖啡太苦，可以加一点点牛奶或者燕麦奶调和风味，但也尽量不要加植脂末那类反式脂肪。最后要提醒，有些人可能对咖啡因敏感，容易失眠或者胃痛。如果是这样，您可以选择低因或无因咖啡，同样富含多酚，具有抗氧化作用，只是少了兴奋效果。总之，一杯热咖啡不仅唤醒清晨的您，还能默默守护您的大脑。但请记住，咖啡虽好，不可贪杯，找到适合自己的饮用量，长期坚持，才能让这香醇一杯真正成为益脑良方。紧随咖啡之后的第8名，我们要介绍一味低调的中草药香料姜黄。姜黄其实就是我们在厨房里常见的咖喱粉主要成分之一，它带有鲜艳的金黄色，所以也叫郁金或黄姜。在印度等地，姜黄不仅是调味料，更被传统医学奉为宝药。而现代科学揭示，姜黄之所以对大脑有好处，关键在于其中的活性成分姜黄素。姜黄素是一种强力的天然抗炎物质，能有效抑制体内的慢性发炎反应。您可能不知道，阿兹海默症患者的大脑中往往存在明显的慢性发炎和贝塔类淀粉蛋白沉积，而姜黄素被证实可以穿过血脑屏障，直接进入脑部发挥作用。它可以减少大脑中的贝塔类淀粉蛋白堆积，并降低神经发炎的程度。这就相当于替大脑拆除了几枚计时炸弹，让脑细胞的生存环境更安全。不仅如此，姜黄素还是很强的抗氧化剂，能中和自由基，避免脑细胞被生锈。有人调查发现，印度老年人罹患阿兹海默症的比例明显低于西方国家。有学者就猜想，这与印度人经常食用咖喱、富含姜黄有关，甚至有临床实验正在测试姜黄素作为治疗阿兹海默症辅助药物的可能性呢。说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要问，我们平时该如何吃姜黄呢？难道天天做咖喱菜吗？其实不必那么麻烦，有几个简单方法可以把姜黄融入日常饮食。首先，您可以购买干姜黄粉，在炖汤、焖肉或者煮咖喱时加1小匙。姜黄味道温和，略带苦涩，但和胡椒、肉桂等香料一起使用时并不突兀。其次，也可以学习印度人煮姜黄牛奶，又称黄金奶。做法是将牛奶或豆奶加热，加入少许姜黄粉和黑胡椒，还可以依个人口味加一点蜂蜜调甜味。这样一杯金黄色的饮品在睡前喝，不仅暖胃，据说还有助放松，改善睡眠品质，而且能让您在不知不觉中获取姜黄素的益处。另外要提醒，姜黄素本身在消化道的吸收率不高，但如果搭配一点黑胡椒同时，其中的胡椒碱可以将姜黄素的吸收效率提高好几倍。所以无论您是煮咖喱或姜黄牛奶，别忘了撒上少许黑胡椒哦。至于每天的摄入量，一般来说用食物调味所得的姜黄已足够，不必额外大量吃保健品级别的提取物。长期适量摄取姜黄，不仅可能让大脑受益，还有助于关节健康、心血管保养，可谓一举多得。让这抹来自东方的金黄香料悄悄为您的脑海增添一层铠甲吧。看完了咖啡和茶、香料，您可能想问，还有没有更日常、更亲民的饮品对大脑有好处？答案是肯定的。第7名就是家家户户都喝的绿茶。中国人喝茶的历史几千年，早在古代就有茶醒目熹，令人聪慧的说法。现代医学更是发现，常喝绿茶的人认知能力衰退得更慢。绿茶为什么这么厉害？关键在于它富含的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和一种特殊的氨基酸茶氨酸。绿茶中的儿茶素是强效抗氧化剂，能够减少脑细胞受到的氧化损伤，就像给脑袋做保养，延缓大脑生锈。有研究显示，每天喝2到3杯绿茶的长者，认知功能表现比不喝茶者更优，
特别是记忆力和执行功能，比如专注、决策能力方面，茶饮爱好者普遍更胜一筹。此外，绿茶里的茶氨酸则扮演了大脑舒压师的角色。茶氨酸能够调节脑中的神经传导物质，让人感到放松又不瞌睡，提高专注力的同时减轻焦虑。您是否有过这样的体验？烦躁时泡一杯热茶，喝着喝着心神就安定下来了，这就是茶氨酸在起作用。同时，茶香本身也有舒缓效果。研究发现，茶香气可以减轻压力荷尔蒙的分泌，所以喝绿茶可说是一举两得，既提供了抗氧化保护，又带来心理上的放松，这对维持大脑健康尤其重要。说起喝茶，可谓大有学问。为了让绿茶更好地造福大脑，这里给您几个贴心的小建议。首先，茶叶的选择很重要，绿茶品种繁多，如龙井、碧螺春、毛尖等，品质好的绿茶含有更多茶多酚，保健效果更佳。您可以根据口味选择自己喜欢的品种，只要是不加大量糖和奶的清茶都有益处。其次，饮用方式上要注意不要空腹大量喝浓茶，以免刺激肠胃或引起心悸。最好是在饭后1小时左右喝茶，有助于清除油腻，又不影响铁质吸收。此外，新鲜现泡的茶效果最佳，酒制的茶水有效成分会氧化减少。如果您嫌白水寡淡，不妨养成泡一壶绿茶当日常饮料的习惯。炎热的天气也可以将绿茶冷泡，口感清爽之余，同样富含儿茶素。再者，不少老年朋友担心茶里的咖啡因会影响睡眠，其实绿茶的咖啡因含量比咖啡低很多，而且茶氨酸有放松效果，白天适量饮用一般不会干扰夜晚睡眠。但如果对咖啡因特别敏感，可以在下午之后改喝无咖啡因的花草茶或淡茶，避免失眠。最后提醒一点，茶叶有助健康，但别吞茶渣或过量吃干茶粉。有些网传吃茶渣防癌防老，那是没有科学根据的。而且茶叶中也可能含有微量重金属，正常泡茶饮用是安全的，但不建议吃下去。总而言之，将品茶变成每日一事，不仅品味人生，也是在悄悄为您的大脑蓄力哦。现在轮到第6名一盘，很多小朋友惧怕，大人却爱劝他们吃的普通蔬菜西兰花。没错，就是菜市场看起来普普通通的绿色花椰菜。有人可能不以为然，西兰花不就是富含维生素的蔬菜吗？怎么也能防痴呆？其实西兰花可是当之无愧的脑部超级食物。首先，西兰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贝塔、胡萝卜素等抗氧化营养，可以减少自由基对脑细胞的伤害。更厉害的是，西兰花中还含有一种神奇的植物化合物，叫做萝卜硫素。萝卜硫素本身不是营养素，但它能启动人体内一种关键的解毒酶系统。简单说，就是打开我们细胞里的环保开关，帮助清除有害物质并修复受损的细胞。大脑作为耗能极高的器官，日常代谢会产生许多废物和损伤，需要及时修复。萝卜硫素就像是身怀绝技的维修工，一旦进入身体，就会触发细胞产生一系列修复工具，特别是在脑部，能减轻神经炎症并促进脑细胞自我修复。有动物实验显示，给实验鼠补充萝卜硫素后，它们的大脑认知功能受损情况有所逆转。虽然人体还需要更多研究来证实，但从目前已知结果看，西兰花确实对保护脑健康大有益处。此外，西兰花还富含维生素 K 和叶酸。维生素 K 是构建大脑髓鞘、保护神经纤维的鞘的重要成分，有助于维持记忆力。叶酸则是预防认知退化的重要维生素，缺乏叶酸的老人认知能力下降更快，而西兰花恰恰提供了满满的维 K 和叶酸，可以说是全方位守护大脑。为了从西兰花中获得最大好处，烹调时有几个小技巧值得分享。首先，西兰花的最佳烹调方式是清炒或清蒸，时间短短几分钟，或是滚水中快速焯烫一下就捞起，这样能保留最多的营养和脆嫩的口感。过度长时间加热会破坏掉部分维生素，同时萝卜硫素也可能流失在煮水中。正确的方法是，水开后滴几滴油，放一小撮盐，把洗净掰小朵的西兰花投入滚水中，汆烫1到2分钟，颜色变翠绿，立刻捞出过冷水。
这样处理后的西兰花又绿又脆，营养流失少，再配合蒜蓉快炒或淋上蒜蓉酱油拌一拌，都很好吃。说到大蒜，巧了，大蒜本身也对大脑有益，它含有蒜素，可助降坏胆固醇，预防血管老化。搭配西兰花既提味又健康。其次，如果您实在不喜欢西兰花的味道，可以尝试将它打碎，加入蛋饼或面糊中做蔬菜煎饼，或者丢几朵在奶油浓汤里煮烂打成泥，这样既能掩盖它的味道，又吃进了营养。另外，西兰花属于十字花科蔬菜，跟白菜、甘蓝、花椰菜是一家人。如果觉得每天吃西兰花单调，这些近亲蔬菜也可以轮换食用，例如绿色的芥蓝、深色的羽衣甘蓝、白色的花菜，它们的抗氧化、防癌和护脑成分都很丰富。最后提醒，西兰花虽好，但一些甲状腺功能低下的人需要适量，因为十字花科蔬菜生吃过量可能干扰碘的利用，一般正常烫熟吃就没有问题。总之，每周吃上3到4次西兰花或其亲戚们，就相当于给您的大脑定期做 SPA， 清除垃圾，修补损伤，让脑细胞始终焕发活力。终于来到第5名，这是许多人早晨餐桌上都见得到的平民食物——鸡蛋。或许有人感到意外，鸡蛋不是含胆固醇挺高的吗？怎么反而对大脑有好处？其实正因为蛋黄中富含胆固醇，鸡蛋才对大脑功劳巨大。要知道，我们的大脑约有60%是脂肪，其中包括大量的胆固醇。胆固醇是构成脑细胞、细胞膜以及神经纤维髓鞘的重要成分。如果完全没有胆固醇，人类的记忆和认知功能根本无法正常运转。当然，我们不是说要猛吃肥肉来补胆固醇，而是推荐像鸡蛋这样营养均衡的食物。鸡蛋之所以名列护脑食物榜，是因为它富含一种对记忆力至关重要的营养胆碱。胆碱是合成乙酰胆碱的原料，乙酰胆碱是一种大脑里负责记忆和学习的神经递质。如果把脑细胞比作电脑，乙酰胆碱就像网络传输协议，让脑细胞之间顺畅沟通。当胆碱不足时，乙酰胆碱合成减少，人就会觉得注意力不集中，记东西变困难。研究表明，经常摄取胆碱充足的人群，认知测试表现较佳，阿兹海默症风险也更低。而一颗普通鸡蛋的蛋黄就含有相当丰富的胆碱，可以说是最经济实惠的胆碱来源之一了。除了胆碱，鸡蛋还提供优质的蛋白质、维生素 B 群，如 B12、维生素 AD 和矿物质硒等。其中维生素 B12 对大脑也非常重要，它参与神经髓鞘的形成和修复。老年人若缺 B12， 可能出现记忆力变差、走路不稳等亚健康失智症状。所以一颗小小鸡蛋可说浓缩了诸多健脑元素于一身。谈到吃鸡蛋，有几个长久以来让人困惑的问题需要解答。首先是胆固醇问题。过去大家听到胆固醇色变，一度以为中老年人不能吃蛋黄。然而新研究发现，饮食中的胆固醇对于血液胆固醇的影响没有那么剧烈。大多数人体内胆固醇主要由肝脏合成调节，适量吃蛋黄并不会显著提高血清胆固醇。相反，鸡蛋提供的营养对老年人大脑和肌肉都有益。因此，目前营养学界普遍认为，健康的成年人每天吃1到2颗蛋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有高胆固醇血症，建议咨询医生，但通常1星期吃4、5颗也是安全的。第二个问题是怎么吃最营养？水煮蛋、蒸蛋等低温烹调方式最能保存鸡蛋的营养，同时蛋白质也最好消化。煎蛋、炒蛋虽香，但高温煎炸会破坏部分维生素，也增加不必要的油脂摄入。如果是为了养生护脑，白煮蛋、蛋花汤、蒸蛋羹这类做法更理想。特别是老年人牙口不好，蒸蛋羹滑嫩好吞咽，又保留营养，早餐来一碗再好不过。第三个需要澄清的是蛋的颜色。有些人以为红壳鸡蛋比白壳更有营养，其实壳的颜色和营养无关，只和母鸡品种相关。蛋黄的颜色深浅也主要取决于饲料配方，与营养成分差异无关。所以挑蛋时不必迷信土鸡蛋、红壳蛋，超市普通鸡蛋营养已经很丰富。最后提醒，鸡蛋最好充分煮熟煮透再吃，避免生蛋可能带来的细菌感染风险，如沙门氏菌、
对于消化能力较弱的长辈，更要注意蛋黄凝固后再食用。总而言之，每天1颗蛋，营养终身随。这个简单易行的小习惯，会在不知不觉中为您的大脑积蓄能量，让记忆力更强，反应更灵敏。下次吃蛋时，别忘了这颗看似平凡的水煮蛋，其实是对抗失智的大功臣呢。现在揭晓第4名，令人愉悦的各种浆果。浆果这个概念，包括我们熟知的蓝莓、草莓、黑莓、蔓越莓等等颜色鲜艳的小果子。也许有人会好奇，甜滋滋的莓果不就是维生素高吗？真有那么神吗？告诉您，莓果可是被科学界称为大脑的水果，它们富含一类特殊的植物化学物质，叫做花青素和其他类黄酮。正是这些五颜六色的色素给了莓果诱人的颜色，同时也赋予了它们强大的抗氧化、抗发炎能力。花青素不仅能清除自由基，还可以穿越血脑屏障，直接作用于大脑，增强神经元之间的联系。有研究对几百位老年人跟踪10年，结果发现每周吃蓝莓或草莓最多的那组老人，认知衰退程度明显比很少吃莓果的组要轻，换算下来相当于脑龄年轻了2到3岁之多。尤其是在记忆力方面，莓果组表现更好。另外一项研究甚至发现，给记忆力出现问题的老人每天喝蓝莓汁，持续12周后，他们在学习和单词记忆测试中的表现都有所提升。科学家因此戏称蓝莓是记忆莓，亦即能够唤醒记忆的莓子。不仅如此，莓果对脑部的好处还体现在它们保护血管的能力上。脑部有无数微血管，供应氧气和营养。如果脑血管硬化堵塞，认知能力必然下降。莓果中的花青素被证实可以维持血管内皮健康，让血液循环更通畅，预防脑中风和血管性失智的风险。同时，莓果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纤维，维 C 进一步提供抗氧化保护，纤维则有助于稳定血糖。别忘了，大脑对血糖波动很敏感，血糖平稳有助于大脑稳定运作，而纤维正是维持血糖的好帮手。综合来说，莓果可谓从多方面全面呵护我们的大脑健康。讲了这么多，是不是很想知道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多吃点莓果呢？其实方法很多，而且绝对美味。首先，各种新鲜莓果直接洗干净当零食就是极佳的选择。蓝莓、草莓现在在大城市1年4季都能买到，老人小孩大都喜欢它们的甜酸口味。早餐时可以在燕麦粥或优格上撒一把蓝莓或草莓丁，立刻让营养加分。其次，即使在莓果不当季或者价格高时，冷冻莓果是物美价廉的替代。超市有卖冷冻蓝莓，覆盆子，营养并不比新鲜的差，拿来打果昔或煮成果酱、糕点都很方便。再者，如果新鲜莓果难买到，干果和果汁也可参考，比如蔓越莓干能拌沙拉，纯蓝莓汁每天喝1小杯也不错。但要注意尽量选无加糖的干果和纯果汁，以免摄入过多糖分抵消了好处。另外，有些本地水果其实也含有与莓果类似的抗氧化物质，比如葡萄，特别是深色葡萄皮中也富花青素，梨子、紫莓、桑葚等都是不错的健脑水果，可与莓果搭配着吃。当然，如果能每天直接吃上1小碗莓果是最好的，大约半杯到1杯的量，即5到8颗草莓或1小把蓝莓。经济条件许可的话，让莓果成为餐桌上的常客吧。值得欣喜的是，这些漂亮的小果子不仅养脑还养颜。前面提到花青素也能保护皮肤，减少紫外线伤害，所以常吃莓果的人不仅记性好，皮肤状况往往也更佳哦。这真是一举两得的美味处方。对了，再嘱咐一句，有些长辈牙口不好，可以把草莓切小块，或把蓝莓压软，更容易咀嚼。总之，让缤纷的莓果为您开启味蕾的同时，也让您的大脑在甜蜜中焕发青春吧。现在轮到榜单的季军，也就是大家早有共识的核桃。核桃可是传统公认的补脑圣品。中国民间有句老话，常吃核桃不会老，健脑益智并不毛。核桃为什么有这样的名声？除了形似大脑的巧合，科学实证也告诉我们，核桃里的营养确实对大脑大有裨益。首先，核桃富含阿尔法、亚麻酸这种植物 Omega 3脂肪酸，
Omega-3 是大脑细胞膜的重要构成，能增强神经元膜的流动性。简单说，就是让脑细胞外衣更柔韧，利于细胞间讯息传递。此外，阿尔法亚麻酸在人体内可以部分转化为 DHA，DHA 被称为脑黄金，是维持大脑年轻的重要元素。核桃堪称植物界 Omega-3 的优质来源。素食者不吃鱼的话，吃核桃是获取 Omega-3 的不二选择。除了健康脂肪，核桃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和多种抗氧化分类化合物。维生素 E 是一种很强的抗氧化剂，专门保护细胞膜上的质子不被氧化，对大脑尤为关键。有研究发现，维 E 摄入高的老人罹患失智的风险较低，而核桃中所含的多酚，比如鞣酸、鞣花酸，能减少脑内炎症反应，清除自由基，可谓双重保护。更厉害的是，核桃还富含矿物质、锌和镁以及 B 族维生素。锌参与神经递质的合成与调节，缺锌的人注意力会下降，镁则有镇定神经的作用，对改善睡眠和记忆很有帮助。B 族维生素如 B1、B6、叶酸等在核桃里含量也不低，帮助维持脑代谢平衡。难怪核桃被誉为大自然的脑部营养丸。一项由美国加州大学进行的研究发现，每天吃4到5颗中等大小的核桃，持续一段时间后，中老年人的认知测试得分平均提升了 13%， 而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降低了 28%。 这个数据相当惊人，可见长期坚持适量吃核桃，大脑真的会更灵光。不过，再好的补脑圣品，也要掌握正确食用方法，才能事半功倍。首先，核桃的摄取量要适中，别听说核桃好就一口气吃半斤，毕竟核桃脂肪含量高，过量可能引起发胖或消化不良。一般建议每天一小把核桃，也就是4到6颗，这个量的 Omega-3 和抗氧化物就足以发挥作用，同时热量约在200大卡左右，不会过多。其次，核桃最好嚼碎了吃，不要囫囵吞枣，细细咀嚼有助于营养释放和吸收，而且本身咀嚼动作对大脑也是一种刺激。研究表明，经常咀嚼有助于维持认知功能呢。再次，搭配食用核桃效果更佳。例如，把核桃碎拌入沙拉或燕麦，与富含维生素 C 的果蔬同吃为稀，可以还原核桃中的部分氧化物质，增强抗氧化作用。还可以把核桃和黑芝麻、豆浆搭配，磨成核桃芝麻豆浆，这可是经典的健脑饮品。中医认为核桃补肾，芝麻养血，黄豆健脾，3合1对健脑更有益。最后，储存核桃也要注意，因为核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容易氧化变质产生哈喇味。买回带壳核桃，可在阴凉干燥处保存几个月。若是以剥壳的核桃仁，最好密封冷藏保存并尽快食用完。当然，除了核桃，其他坚果如杏仁、腰果、榛子等也有类似的健脑营养，只是各有侧重。比如杏仁维生素 E 特别高，腰果富含锌和铁，因此可以将核桃与其他坚果混合着吃，每天一小把综合坚果，营养更均衡。但要记住，无论哪种坚果都应选择原味不加盐糖的，过多盐分糖分对血管和大脑都不好。坚持每天吃点核桃等坚果，让大脑时刻收到来自坚果王国的关爱吧。现在隆重揭晓榜单的亚军，排在第2名的是来自深海的宝藏美食，富含 Omega-3 的多汁鱼类。简单来说，就是大家熟知的深海鱼，例如三文鱼、鲑鱼、沙丁鱼、青鱼、秋刀鱼等等肉质油润的鱼。深海鱼一直有健脑鱼的美誉，甚至很多老一辈早就知道，老人多吃鱼，头脑灵活，像小孩。现代营养学更是铁证如山地，支持这个观点。深海鱼为什么如此厉害？它们最大的秘密武器就是丰富的 Omega-3 长链脂肪酸，特别是 DHA 和 EPA。前面提到，核桃的阿尔法亚麻酸能部分转化为 DHA， 而鱼体内的 DHA 和 EPA 是已经现成的，可以直接被人体大脑利用。DHA 是大脑皮层中含量最高的脂肪酸，参与构建神经元细胞膜，维持突触的可塑性。EPA 则有强抗炎作用，能改善血液循环。多项大型研究发现，经常吃鱼的人
认知功能衰退得更慢。例如，一项发表在权威医学期刊的研究指出，每周吃一次以上鱼的老人发生阿兹海默症的风险降低 60% 以上。还有一项长达20年的追踪研究发现，中年人血液中 DHA 含量较高者，到了老年罹患失智的概率几乎只有含量低者的一半。可以说 DHA-EPA 对大脑的守护作用几乎是全方位的，它们能减少大脑中贝塔类淀粉蛋白沉积，阿兹海默症的罪魁祸首之一，降低神经发炎，同时改善脑血管健康，预防中风和血管性痴呆。此外，鱼类还是优质蛋白的来源，含有人脑需要的氨基酸以及维生素 D 和硒元素等，有助于抗氧化和免疫调节。值得一提的是，深海鱼还含有缩醛磷脂 plasmalogen 这种特殊的磷脂，科学家发现它在神经突触构建中扮演重要角色，对维持记忆力可能很关键。三文鱼等鱼体内的虾青素，一种红色抗氧化剂，也能保护脑细胞免受氧化伤害。总之，常吃深海鱼等于给大脑提供了一套高端养护套餐，在保护脑细胞、促进讯息传递方面效果显著。要想通过饮食摄取足够的 Omega-3， 我们建议每周至少吃2到3次鱼，其中最好1-2次是脂肪含量高的深海鱼，比如每周来一餐鲑鱼，搭配蔬菜再来一餐沙丁鱼意大利面，或烧一锅青鱼味噌汤。烹调方面，鱼肉其实相当百搭，清蒸可以最大程度保留 Omega-3， 烤制、煎煮亦可，只要避免高温油炸导致营养流失太多。对于不太吃海鱼的地区，可以选择深海鱼油胶囊作为补充剂，不过最好咨询医生以确定剂量。而素食主义者则可以考虑服用藻油胶囊，因为海洋中的微藻是 DHA 的原始来源，通过提取藻类制成的藻油也富含 DHA 且无腥味。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小 tips， 如果担心深海鱼的重金属问题，如某些大型鱼体内的汞，可以多选择体型较小、食物链低端的鱼类，例如青鱼、凤尾鱼、秋刀鱼等，累积的重金属较少。另外，烹调时可搭配姜、蒜、葱等，不仅去腥，这些辛香料还有助于抗氧化，促进消化。许多长寿地区的老人都有常年吃鱼的习惯，如日本冲绳、地中海沿岸，这些地区的失智症发生率都较低。这其中当然有多种因素，但饮食中丰富的鱼类无疑是重要的共同点，让我们也学习把鱼请上餐桌，为脑袋补足油。毕竟让大脑灵活转动，就需要给它定期加点鱼油呢。各位期待已久，现在冠军终于要揭晓了，让我们鼓掌欢迎第一名便宜又不起眼的绿叶蔬菜。也许有人心中犯嘀咕，啥？第一名竟然是青菜？没错，就是那些在菜市场随处可见，价格低廉到一天不吃也不会想念的绿叶菜，如菠菜、羽衣、甘蓝、苋菜、卷心菜、青江菜等等。它们没有大鱼大肉那样的鲜香，甚至带点苦味或涩味，很多孩子不爱吃，有些成人也嫌它们口感粗糙。可就是这些被嫌弃的绿叶菜，却被大量研究证明对保持大脑年轻最有帮助。为什么绿叶蔬菜称王？它们可是满满的脑部营养宝库。首先，绿叶菜富含叶酸，也就是维生素 B9。叶酸名字带叶，顾名思义，最早就是从菠菜叶中提取出来的。叶酸对中枢神经发育与功能至关重要，缺乏叶酸的成年人更容易认知功能下降，甚至出现失智倾向。而多项流行病学研究显示，长期摄入足量叶酸的人，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显著降低。绿叶蔬菜恰恰是天然叶酸的极佳来源，一盘炒菠菜就能提供人体一天叶酸需要量的一半以上。除了叶酸，绿叶菜还富含前面提到的维生素 K。我们已经知道，维生素 K 有助于维持认知功能，而深色叶菜，例如羽衣、甘蓝、菠菜，每100克就含有远超日需量的维 K。再来，绿叶菜中往往蕴藏着玉米黄素、叶黄素这类胡萝卜素色素，别小看它们。研究发现，大脑中叶黄素含量高的人，认知测试表现更佳，因为叶黄素有抗氧化和过滤蓝光的作用，能保护神经元免受损伤。
绿叶菜还提供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贝塔胡萝卜素，双重抗氧化，再次延缓脑细胞老化。另外，钾、镁等矿物质在绿叶菜中也不缺，可帮助维持脑部血压平稳。最后别忘了，绿叶蔬菜的膳食纤维含量极高，适当的纤维不仅喂养肠道益生菌，有助肠脑轴健康，还能稳定饭后血糖，避免血糖剧烈波动损害脑血管。如此多的优点集于一身，绿叶菜拿下护脑食物冠军，实在是实至名归。难怪美国有专家提出专门的 MIND 饮食，即结合地中海和 DASH 饮食的护脑饮食模式，其中把叶菜类摆在第一位，建议每周至少吃6份这样的蔬菜。在2018年，有项著名研究发表在神经学年鉴，追踪了960名平均81岁的老人约5年，结果发现每天至少吃1份绿叶蔬菜的老人，认知能力随年龄下降的速度明显比几乎不吃叶菜者慢。换句话说，常吃叶菜的老人脑龄要年轻得多。研究人员甚至估计，这样的差距相当于大脑年轻了11岁之多。这是不是非常惊人？便宜的青菜胜过了昂贵的补品，帮助我们抵抗时间对大脑的侵蚀。知道了绿叶菜这么好，那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多吃一些呢？下面给您提供几个灵活妙招，让吃青菜不再是负担。首先，可以尝试不同品种轮换着吃，避免单调。今天菠菜，明天空心菜，后天油麦菜，大后天甘蓝或生菜沙拉，变换花样就不会厌倦。各种深绿色、橙红色叶菜都非常有益，例如地瓜叶、番薯叶，其实营养丰富，在台湾被誉为长寿菜，也是预防失智的推荐食材。其次，料理方式可以多元，除了传统炒青菜，不妨试试蔬菜奶昔，比如用羽衣、甘蓝或菠菜加香蕉、苹果、酸奶打成绿色蔬果，吸口感甜甜的却吃进一大堆叶菜。还可以把切碎的绿叶菜拌入蛋液做菜、煎饼或蛋卷，菜肉饺子馅巧妙隐藏蔬菜，让不爱吃青菜的人也能摄取。再次，善用汤品，像广东人煲汤喜欢最后放一把菠菜或白菜进去，炖一会，那汤头格外鲜美。同时，老人喝汤也顺便吃下煮软的菜叶，容易消化吸收。第四，如果实在不喜欢某些菜的味道，可以用酱汁调味，比如苋菜，很多人嫌有股草腥味，但用蒜蓉炒或加点蚝油调味，味道就大不相同。还有些人嫌芥蓝、芦笋微苦，可以试试热油快炒，加蒜片和少许糖，苦味会缓和许多。最后，记得购买新鲜的绿叶菜并尽快食用，存放太久维生素会流失。如果实在买太多吃不完，可以汆烫后挤干水分，冷冻保存，下次煮面条、煮汤时丢一把，不浪费又增营养。一天当中比较理想的是中餐和晚餐各来一份绿叶蔬菜，每份大约炒熟后半碗到1碗的量，就能满足护脑所需。相信只要坚持这个习惯，日积月累下来，您的大脑一定会感谢您的。好了，10大防老人痴呆食物我们已经逐一介绍完毕。也许您心中会问，光靠吃这些食物就一定不得失智症了吗？当然现实没那么绝对，遗传因素、年龄增长、大环境影响等都有可能导致老人痴呆，没有任何单一食物是灵丹妙药。然而，大量研究和案例告诉我们，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长期摄取上述这些有益大脑的食材，能够明显降低失智症的风险，或把发病年龄往后推迟许多年。可以说，这10种食物汇集了抗氧化、抗发炎、促循环、强神经等多重功效，从不同角度为大脑提供保护。当然，预防失智是全方面的工程，除了饮食，我们还建议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坚持适度运动，运动能促进大脑生成新的神经元，保持良好睡眠。睡眠中，脑脊液会冲洗大脑废物，多用脑学习新知识或参与社交，精神刺激能维持神经网络活力，以及定期体检控制三高等。饮食方面，除了多吃上述10大健脑食物，也要少吃对大脑不利的东西，例如过多的加工食品、反式脂肪、过量精制糖，这些会加重氧化炎症和血管问题。我们可以把今天讲的食物们融入日常三餐，早餐1颗水煮蛋配1杯绿茶，
中午三文鱼和蔬菜沙拉里撒些核桃碎和蔓越莓干，下午来一小杯黑咖啡，配2块黑巧克力提神。晚餐吃清炒菠菜和蒜香西兰花配1碗藜麦饭，睡前喝杯姜黄牛奶，听起来是不是很诱人？均衡又美味，您的大脑也在偷偷笑呢。